做自由的模型 TCGO 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和各位分享的是卓匠文化联合犄角老叶推出的机遇系列斗家小分队拼装模型。那么第一弹就是这个红色的甲虫了。本款模型的定价是129元，盒子的尺寸也确实不小，很厚。由于是平对件版本，所以侧面会有专属的标签，大货应该是没有的。本款模型的内容物也不少，不过板件尺寸都不算太大，加起来一共是16块板件。纸制品包括售后服务卡、补色贴纸、水贴以及说明书。纸制品方面用料是比较足的，而且非常的厚实。说明书的话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在前半部分主要是介绍昆虫的科普小漫画，该说不说，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对于我这种喜欢看动物世界的人来说很有兴趣，并且这里还补充了一些机械昆虫的设定，虽然有点扯啊，神秘陨石撞击太阳后碎片撞击地球，生物接近就会机械飞升，看看后续会不会有比较有意思的设定吧。然后就是一些产品的介绍和清单，不过这个部分有文字错误，希望大伙能够改一下。后面就是正式的说明，零件排布处理也还是比较可以。本款模型有一块银色的玉涂装板件，漆面效果不错，并且这一次终于是有隐藏水口了，数量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大部分的零件拼完了以后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水口。昆虫的翅膀部分使用的是大片的透明件，采用了磨砂质感，并且表面也是有6边形的纹路。板件整体磨上去的质感是比较厚实的，会硬一些，零件质感看着也还好，不过最后上一层效果会更好一些。细看的话，红色零件表面也会有一些粗糙，部分黑色零件的水纹会比较明显，主要是支架地台这种大型的零件。在其他的机械细节上，本款模型提供的还算是比较丰富，不过零件的边缘看上去会肉一些，补色处理以后让这些细节表现力会更好，可能也还可以。那么板件我们就先看到这里，剩下的时间来看一下这一款模型的具体素质表现到底如何。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主体一个，替换头雕一个，第3种替换头雕外甲一个，头雕支架一个，主体支架一个，翅膀以及剩余的一些废件。用最长的长脊大多虫的数据进行参考，算到屁股的话尺寸是23厘米左右，如果算上后腿的角度大概是26厘米左右。装上翅膀之后最大的一展是32厘米，对比说明书给的现实生活中的长脊大多虫的数据，模型要大上一些，拿在手里的尺寸也确实会比较不错，真的是很大的一只啊！并且在这个状态下，即便是不使用本款模型的贴纸和水贴，最后的效果也还可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提供的3个头。长脊大多虫的特点就是前端的巨大的触角，这个部分也是上下拼合的零件，拼接缝隙也是做在了刻线的部分，正面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突兀。触角是不具备可动的，可以通过头部的球形关节实现开合样式。同时这里我也想吐槽一下，这个部分的外甲虽然是为了迎合整体的风格留了缝隙，但是这个缝隙稍微有些大，外甲和内部的骨架零件空档也会比较大，一下子就可以看到内部的卡榫。这个部分如果能调整一下的话，个人感觉会比较好。眼睛和口气的细节刻画也会非常的到位，反正我个人是一个很怕虫子的人，虽然是个模型，不过我下意识也会感觉看着有些瘆人。在眼睛和触角的这个部分也是提供了带银色的零件版本，各位可以选择进行替换。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甲虫形态，直接替换整个头部和前面2个腿部就可以了。相比之下，这个头的尺寸也要小一些。甲虫的头部也是相似的问题，空隙会比较大，由于前端的角是左右合，零件精度存在着一定的误差，这个部分会有一条明显的拼接缝隙。到这里替换下来的头还给了一个展示支架，其实这个配置就挺好的了，但是本款模型还有一个南洋大多虫的版本，只提供了外甲，并没有提供头部的框架零件，算上之前剩下的眼睛和触角的零件，缺少的就是以上我画圈的这些零件了，相当于正好缺了一块 A 板件和头部展示 T 台，也就是再多2块板件就可以不剩余这一堆的外甲了，还是比较可惜的。南洋大多虫的造型主要还是这几个巨大的角，同样这个部分也是不具备可动，并且这2个角并没有像甲虫那样中间是给了填充零件，最后会剩余这个框架，也就是头胶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主体部分了，身体这个部分的分色和细节处理我个人是很喜欢的，尤其是打开这2个壳之后露出的内部这个状态，确实让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从底下看这个细节表现就会更加的明显。哎呀，并且主体这些部分都是球形关节进行连接，可动性会比较一般。在不装翅膀的状态下，两侧的孔位会有明显的区别，如果这个部分给个遮挡零件就好了。翅膀并不具备收纳状态，考虑到还原甲虫翅膀的收纳状态确实也挺困难，翅膀除了根部是有一点可能之外，就真的没有别的东西了。6条腿算是重复工作，也是相同的规格，分件并不是特别多。这个部分最大的问题就是左右合的零件会有点缝隙，黑的零件两侧会有一些精度误差会弹出来。腿的可动角度还可以，摆出一些小动作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腿部在活动的过程中呢是存在限位的，避免出现问题。最后还有一个是用来展示飞行状态的地台，直接插上去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支架杆有点短，插上去的稳定性会比较一般，也可以通过拆除零件调整飞行角度。那么最后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先说问题，主要还是配置上稍微差一点点，就可以多一个完整的头，还是希望能够再补充一下。另外就是可能也是卓匠文化的这个新品牌人员第一次做这个拼装模型，零件精度的处理还有一些分件如果能再好一些就可以了。优点的话就是这个甲虫的造型做的确实不错，我个人是很喜欢，包括细节的处理和重身的设计都会比较不错。另外最基础的组合度也可以。不过对于定价的话，也不太了解相关昆虫产品是个什么样的状态，确实没有办法去讨论。我印象里玩过的就是那一种整蛊小玩具，一个绿箭里边有一个虫子的模型，一抽出来咔一下吓人的那种，单个虫子玩起来确实会比较单调，如果再多几个放在一起，整一个算是所谓的机械生态系统，那么就不太一样了。如果各位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